父母在去离婚的路上不幸车祸身亡，我莫名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于是我学也不上了，换了个地方，打算混完一生。搬新家的第一天就发现对门邻居突然在我门口贴了张告示，我儿子小升初关键时期，为了保证他良好的学习环境，我有几点要求。那张 A4 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字：禁止使用 WiFi， 禁止养宠物，禁止晚上9点后在楼道走动，禁止点外卖。遇到我儿子时，禁止拿出手机。天还没亮，就传来了3下巨大的砸门声。我以为对面邻居又半夜喝醉了发酒疯，翻个身继续睡了。等出门拿外卖，才发现门口贴了张告示，我儿子要上网查学习资料，为了我家的网络通畅，禁止本栋楼在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使用 WiFi。我儿子要有良好睡眠，禁止晚上9点后在楼道走动，打扰我家休息。我儿子怕猫猫狗狗，为了不惊吓到我孩子影响升学，家里养宠物的5天内给处理掉。我儿子现在在吃营养健康餐，不能让他看到外卖垃圾食品有益诱惑，禁止本层住户点外卖。我儿子现在正在关键期，避免他有网瘾，见到他时禁止拿出手机。我直接撕下那张告示，刷刷2下撕成碎片。他儿子小升初关我啥事啊？高考也没脸给别人提这么多神经要求啊，尤其是点外卖那条，这层楼就2户，我有钱白天打游戏吃饭点外卖，天天玩手机，你管我呢？最后2条就差把我身份证写在上面了。这还没完，他还在业主群发了电子版，我儿子小升初关键时期，本栋楼所有住户都要自觉遵守我发的公告，物业艾特一下所有人。群里有1-2个年轻人默默发了问题，不开 WiFi 的话，我们日常生活也要用啊，这有点过了吧？他马上艾特那2个发消息的人，你有意见亲自来我面前说。顿时群里安静了，他满意的又强调了几个公告里的重点，他们怕事，我可无所谓，我直接 A 上去，你孩子我们生的，要考试关我们屁事，事儿还特么多，对门直接炸了，你找死呢？就你有嘴在这说3到4，我儿子可是算命算的状元命，谁要是影响他考试，我他妈直接弄死你，你哪户的？不要以为没有备注我就找不到你，艾特物业把这龟孙子门牌号给我，啊哈，叫你爹呢，这种天天打嘴炮扎呼的傻缺我见多了，我发了一个龙图表情包，你来打我呀，我是你爹，你儿子要不是我孙子，你就没有权利干涉我爱干啥。对门连发了10几条语音问候我那在地下的父母，光是好友申请就发了10几条，但我没鸟他。物业小哥悄咪咪的给我发私信，你可不要闹太过了，你对门那户人家整栋楼都知道不好惹，要是招惹到了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了，之前那户人家就是受不了，反正离他儿子考试就这么1年，你就忍忍吧。我说怎么只有1-2个小年轻敢说这么1-2句还哑炮了，原来还是个皮实的，不过要这么说可太对我胃口了，我现在不缺钱啥都不干，天天打游戏刷剧点外卖还怪无聊的，要不是不读了，现在教务处光荣办还挂着爷的名字呢。对门还在群里叫唤，说来说去也就是在那喷粪，这种话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，还没有我那爹妈骂的敞亮，反正才搬来1个月就遇到了这种神经事，以后有的玩的先睡觉。第2天半下午醒来，打算点个外卖上号，点了好几下没动静，仔细看了下家里 WiFi 断了，但是看了列表只有我家断了，我联系物业，他表示一切正常。突然想到我好像忘了什么，禁止使用 WiFi 都不用想了，肯定是对门干的好事。我打开自家房门，好家伙，不知道该说那傻缺聪明还是蠢，一个小型屏蔽器就这么大刺刺的摆在我和他家中间，我也不惯着，一脚把那信号屏蔽器踢出了3米远，直接去敲他家的门。一个脸油光发亮的女人开门，身后跟着一位大腹便便满脸横肉的寸头男。干什么？那女的一脸不耐烦的开口，男人在后面得意的看着我，这玩意儿放外头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家的吧？我抬下巴点了点横尸在不远地下的屏蔽器，什么意思？我昨天不是发了禁止使用 WiFi 吗？我家孩子要查资料，需要顺畅的网络。那男的瞥了我一眼，嘴一歪，你有病，自己家的事儿屏蔽我家 WiFi？ 怎么啦？打了我儿子学习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不要日常生活吗？你这样影响到我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没把你家电断了，算我好心。你天天打游戏订外卖，没个人样。我知道你嫉妒我家要学习好，嫉妒着呢，我都快被他整笑了。他那厚颜无耻、无理硬说的样子，换个人估计得怂。我还没说啥，那大肚腩又开始逼逼，你还有脸说这个？我知道你家养了个死狗崽子，我昨天说的明明白白，我儿子怕狗怕猫，你还没把它处理。你要是不动手，下次我见到我就把那狗崽子扒皮挂你门上。妈的，这熟悉的感觉，和我那傻缺老爹喝醉酒说出来的话一模一样。讲道理是讲不通的，只有我那家暴的妈用拳头可以让他闭嘴。我懒得再多费口舌，扭头就往屏蔽器尸体那里走。我捡起已经废得差不多的屏蔽器，一把扔进了对门家里。屏蔽器从他俩的头上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砰，砸到了他家的地板上。他俩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一个闪身进了家门，大肚腩的寸头都要炸起来了。原本见我不说话，自以为胜利的嘴角还没放下去。妈的，你再扔一下！幸亏我现在啥都没有，只有钱。搬进来的时候，门窗什么都换了一套最好的。大肚腩耷拉着人字拖来砸门的时候，我已经美关门了。他砸得很卖力，但门纹丝不动。我扒拉出之前中2买的超级水枪，装满弹药，打开小门，对大肚腩红温的脸扬起一个我自认为温柔的笑。他的神情写满了 what。我抬起水枪给他喷了一脸 water， 杀猪一样的嚎叫响起，父母器官的谩骂噼里啪啦的输出。他老婆连忙上前查看情况，大肚腩双眼赤红，从小门铁网中死死瞪着我。
好可怕，吓得我手抖又给了一梭子。这下好了，两个人都水灵灵了，骂声也从 solo 变成了2重唱。我哼着小调，把小门关上，悠哉悠哉地打开购物软件。我马上订购了一个效果更强、范围更大的信号屏蔽器，安稳睡去。第二天打算出门购物，一出门，一股恶臭中夹杂着酸臭又夹杂着骚气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差点没被熏晕过去。都不用我仔细找，就看到了气味来源。我家门口成半包围摆满了不知名的垃圾袋，也是难为他们能找到这么多奇特味道的垃圾，好像还有生物化肥，真豁得出去啊！怪不得没人敢惹他家呢。一想到他们还要把这些东西装进垃圾袋，就觉得牛逼。我也懒得跟他对线，跟这种傻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你的比他更疯更强更无赖，才能让他领会到什么叫爹。我找人把门口清理干净，打电话向郊外农庄订购了一袋猪粪，速度很快，下午就到了。我也不管那两口子在不在家，直接请大叔打开袋子，直接倒在了对门口。为了环境，我特地嘱咐大叔只倒在他们门口的鞋垫上，当然鞋垫上还有不少鞋，那视觉和味觉的冲击得劲。夫妻俩晚上准备出门散步时，推门推到一半，发现被猪粪堵住了，两口子就和尖叫鸡一样在原地大叫，叫着叫着又忍不住呕了出来。我透过猫眼开心的不得了，大肚腩猛地推开自家门，踩着猪粪啪嗒啪嗒的到门口，把门砸得震天响。我拉开小门，大肚腩口水都快喷到我脸上了，怒吼着：是不是你干的？我瞪大了眼睛，什么呀？你特么的到我一门的屎，除了你这个兔崽子还能有谁？怎么会是我干的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还说是你自己在门口拉的，污蔑我呢。上次我家门口被放了这么多袋垃圾，说不定就是放垃圾的那人干的，你说对吧？你大肚腩气急了，猛地给我小门铁丝网一拳，但并没有什么用，倒是把自己手给打出红印来了。有钱就是好呀，金刚门耐造。这时候他老婆也跨过屎圈出来兑现了，两腿一马，双手一插就开始骂街。你别给我在这打马虎眼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你干的，糟温的狗崽子，你就是嫉妒我们家瑶瑶有学上成绩好，你这种人就混吃等死一辈子，祖宗18代都是垃圾生出你一个缺的玩意儿，全家死光。嗨，确实现在户口本上就我一个人，心灵真脆弱，破防就没意思了。我是你爹。说完这句话，不管那俩傻缺怎么骂，我都始终你说啥？我不知道爷，反正不是我，没物证没人证的，我咬死不承认，他们又能咋地？猪粪太给力，对门把他们处理掉，还余味浓厚，那些血洗干净了，味道也十分带劲。他们家瑶瑶闹着不愿意去上学，又去买了5、6双新鞋才罢休。物业小哥也听说了我的光荣事迹，一边崇拜又一边为我担忧。哥，他们两口子还不止这点能耐，这下他们吃了亏，后面你也不好过呀。谁不好过还难说呢，果然又开始作妖了。这两人铁了心要对付我，刚好暑假把他家瑶瑶送回老家去了，这下孩子不在，对门做起事来就更加无所顾忌了。刚好这2天把朋友在我这养的狗接了回去，我也无所顾忌了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学来的。这两口子不知道从哪搞了台音响，摆在他家大门口对着我，从下午1点就开始放音乐进行噪音攻击，我真的哭死。为了搞我，他们甚至摸清了我的睡眠时间，我没有立马反击，按兵不动。他一连放了几个小时，邻居都被吵得抱怨不已，但没人敢到他面前说些什么。我倒还好，戴上降噪耳机打了几个小时的游戏，直到天黑，一直憋着到12点，掏出了我的索尼音响，打开小门，对门放来放去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迪厅土味歌曲，吵是吵了，一点品味都没有。我把音响固定好，我收藏夹恢宏浩荡，哀切的交响曲响彻了整个楼道。音响好用，体小劲大，那震撼人心声音响起的那一刻，我的内心都激荡了。我顺着内心这激动劲，戴上降噪耳机又开了一把，打了几盘游戏以后又开始刷剧，主打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。对门的两口子就炸了，冲出来又砸门又骂个不停，嘴里嚷嚷着我扰民，无所谓，反正我听不见。我还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，第二天醒来，我那激昂的音乐仍然在播放中，得亏我接了充电器续航。有意思的是，对面的土味歌曲也在响，有种。但这场闹剧终究还是停止了，邻居报了警，直到警察上门，我俩的音响还在对冲的响个不停。物业小哥疯狂私信我当没看见，直到对门的音乐停止了我才出来。邻居也知道了大概，在我俩出来之前就暗戳戳的上了对门的眼药。我还没开口，大肚腩就牛哄哄的冲警察大叫，对面这兔崽子扰民。我觉得好笑，但面上还是一脸无辜，并且拿出了我智能门锁上的监控，随时准备上供。大肚腩看到我拿出监控器的跳脚，但这警察的面一顿脏话输出，其中一个警察黑着脸叫他闭嘴，他才愤愤停口。我心情大悦，这么容易破防还霸道个什么劲？我老老实实的跟警察说了大概，我手上的视频证据加上邻居的口供，把对门一家锤得死死的。但邻居也不想把事闹大，同意调解后口头警告了对门2句也就了事了。我也是个懒人，别人不惹我，我也懒得去招惹。这几天对门也安静了点，送回老家的宝贝儿子哭着闹着要回来，好歹把孩子接回来了才消停。但孩子静悄悄，必定在作妖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父母这种货色，他孩子基本也不是啥好东西。果然，这不又出新招了？就像之前说的，这笔遗产的利息足够我每天混吃等死，天天点外卖。但这2天我的外卖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。我是个大胃口，体质又吃不胖，加上会运动，每天加好几次餐，自然而然每天一点好几份外卖。我习惯叫外卖小哥把饭放在电梯口的柜子上，但那是我的门锁监控盲点。连续2天，我的外卖莫名其妙消失了几份，我多少怀疑是对面的大肚腩或者有脸女干的，但我没有证据，也不会瞎诬赖人。在点外卖的时候，我直接叫外卖小哥把饭送到我门口监控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抓他现行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人和我想象的人不一样。外卖到了，我窝在沙发里用手机看监控。过了一会儿，对面的门轻轻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圆滚滚的脑袋小心探出来，左右环顾，脸上的肉都挤扒在了一起。
简直是大肚腩的缩小版，很谨慎嘛。我原本以为是那2个大人又找事，没想到抓到只小老鼠。那小老鼠确认了四周没人，我这也没啥动静，飞快出来提起我的外卖，关门，一气呵成。这熟练的动作不知道干了多少回，好吗？大的完了来小的，小孩子这么小，当然也不要放过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我马上下单了一份魔鬼辣爆辣版新疆炒米粉，没过多久就送到了我家门口。我仍然守株待兔，熟悉的身影，熟悉的动作，我的外卖又进了对门家里，心情特别好。我难得想出去搓一顿，等我从外面吃饱喝足回来，就看到对门那2口子气势汹汹地站在我家门口踢门，幸好买了个柜门，耐造。我慢悠悠走过去，惊讶开口：呀，什么风把你2位吹来了？你要把我家门砸坏了可不便宜，你把我儿子吃进医院了。我告诉你，兔崽子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就等着去蹲耗子吧。大肚腩冲着我大吼，还想伸出拳头来打我。刚刚上楼的时候我就看到警车了，还想着怎么了，原来是他报的警。这拳头还没打下去，警察就来了。我装作害怕躲到警察身后，一脸委屈，警察同志救我呀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就要打我，也是好笑。其中一位警察上次也来过，他皱着眉叫大肚腩冷静。大肚腩看到警察也泄了气，死死瞪着我。警察，他把我家儿子读进医院了。警察一听到把孩子读进医院也不太淡定了，一脸严肃的问话，报案人说你把他家儿子读进医院了，这个事情属实吗？我冤枉啊，他儿子我见都没见过几面，更何况下毒呢？我委委屈屈的低头，嘴巴下撇，阴影里的眼睛弯得开心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告他诽谤，我抬头发出委屈又愤怒的低吼，眼睛里含着没有流下的泪水，把大肚腩都看懵了。警察质疑的目光扫向大肚腩，大肚腩也急了，脏话里夹杂着语序不通的解释，不是警察同志，这他妈啊，没有，我说是他特意点了一份特辣爆辣的新疆炒米粉，我儿子吃了就去医院了，被辣的，就是这兔崽子故意的。警察同志也不是吃素的，马上抓住了奇怪的点，他点的外卖为什么会被你儿子吃了？我儿子就是吃了，反正就是他故意要下毒辣死我儿子，你们快把他抓进去。大肚腩也很难解释，我的外卖为什么会到他儿子肚子里去，干脆破罐子破摔不解释了。他老婆也站不住登场了，话还没说完一句就开始扯着嗓子哭嚎，我的儿子啊，他还这么小，还正在备考小升初考试啊，他简直就是丧良心，存心欺负我们家耀耀，他不得好死。我还是一副委屈样。上次熟悉的警察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喝止了好几声才让那俩傻缺安静下来。另一个警察问我外卖怎么回事，我表示作为湖南江西的混血，平日就无辣不欢。我自己还好奇，怎么我点的魔鬼辣加爆辣的新疆炒米粉会进他们家儿子的肚子里，明明被偷了。说着说着，我装作突然想起的样子，告诉警察，对了，警察同志，我的外卖已经连续几次被偷了，我都不知道是哪个人干的，您能帮我一并调查一下吗？警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那俩听到我说偷外卖就开始眼神躲闪的夫妻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那个熟悉的警察好像想起了什么，我记得你家门有监控。对门那2口子更加慌乱了，连连表示不追究我的责任了。有的，需要我现在调出来吗？这下好了，2位警察围着我的手机看着几天的监控，那张圆滚滚偷外卖的脸，正是对门闹来闹去说被我下毒进医院的儿子。我还嫌不够热闹，一脸为难。警察同志，说起来，我被偷的外卖金额已经将近2000了。警察二话不说，要把我俩都带回局子，可以立案了。你们都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大肚腩和他老婆马上急了，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毛了，放他娘的狗屁！我家耀耀只不过拿了你几次外卖，怎么可能快2000多？你吃的是金子吗？你就是故意见不得我们家好，在这趁火打劫，你这小兔崽子竟摆着坑人呢！妈的，看我不找机会打死你！他老婆说的话还好，2位警察只是黑了脸。大肚腩开口闭口要打死我，算是触到底线了。警察同志直接给他铐上了，他上一秒还凶神恶煞，下一秒就夹着尾巴不作声了。到局子里，我还是一口我不知道不清楚的说法。对门夫妻也拿我没办法，他俩的宝贝儿子倒是实锤盗窃了。人有钱又闲得慌，总是会干点神奇的事情，比如说测评外卖988的佛跳墙是否好吃，9块钱和499的麻婆豆腐有什么区别？算来算去，他们家耀耀还挺有眼光，偷的外卖都不便宜。这下对门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对门2口子反而要赔我一笔钱。夫妻俩也想不到，这倒霉孩子带给他们的惊喜还不止这些。这熊孩子从医院活蹦乱跳的回来，也记恨上我了，见到我要不做鬼脸，要不横冲直撞，对我一下一脸挑衅。我当然也不惯着，撞我给一脚就老实了，只会坐在地上哇哇哭。没想到这熊孩子是个狠的，还搞出命案来了。出去散步的时候发现我家楼下莫名其妙出现了许多火腿肠，我想到朋友之前放在我家里养了2天的细高地，要是那狗子看到这些不哐哐上去炫。我溜达了一圈回到楼下，发现一群人围在那，我好奇停留了会才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只泰迪哭得伤心，旁边还有一只猫在抽搐，那只泰迪看样子已经死了，从旁边围着的人议论中才知道，这狗和那只流浪猫吃了火腿肠以后就这样了，那火腿肠里头指定有毒，不知道是谁这么丧良心。围观群众里也有很多爱宠人士，马上就报了警。一番调查下，果然火腿肠有问题，上面沾了不少老鼠药。这种情况显然是有人故意这么干的。我们小区出了名的宠物友好，平时傍晚也有不少人带着自家的主子出来遛。出了这种事情，简直是人人恐慌。在小区居民的施压下，物业和警察联合，很快查出放毒火腿肠的凶手，我对门家的儿子。这下算是惹众怒了。很多邻居也顾不上他家的恶名，一群人风风火火上去敲他家的门。那夫妻俩也是厉害，2个人对喷好几个人不带怕的，即使是警察也拿那孩子没办法，他们就是一口咬定小孩子调皮，毒死条狗又不是毒死个人，又能怎么着？
警察除了批评教育以外，拿他们家没法子。那小女孩的家长也不敢惹这恶霸一家，只能安慰小姑娘把小狗找了地儿埋了。那小女孩也是好人，流浪猫也好好安葬了。人群散去，我才知道，特么那熊孩子原本是想堵我家的，他们并不知道我家的那条只是朋友放我这养2天，早就送回去了。我也挺喜欢那些猫猫狗狗的，要不是连自己都懒得养自己，我指定也养一只。这冲我来的恶意，倒是让那小女孩受罪了。仗着她是小孩无法无天，我从来不是什么君子，大人小孩我该治的都治。这小孩心肝黑成这样，也就别怕我下手黑。对门天天嚷嚷着他家儿子小升初多么重要，学校明面上没上课，但补习班已经开了，他家理所当然把孩子送过去了。我背调了好几天，就这熊孩子大肚腩，还说算出了状元命。逃课打架不说，6年级的年龄2年的阉龄，欺负女生抢零花钱，啥都干。人小女孩家长找到学校，也被他父母的泼皮样给吓得不了了之，要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我直接雇了几个初中部的混子，把他打了几顿，没啥要求，见一次打一次，到他哭爹喊娘，不敢上学为止。一个人给800，力竭。要知道，4年级最怕5年级，5年级最怕6年级，6年级最怕初中部。800块巨款足以让初中部的小混混对我为首是瞻。从那天起，我每天的乐趣就是看着那熊孩子鼻青脸肿的回来，我还特意嘱咐多打打脸，越明显越好。现在见着我也不嬉皮笑脸了，脸肿了嘴角动一下都牵着肌肉，我倒是好心情的回他一个微笑。这几天天天都能听到他妈打电话跟老师骂街，说什么学校不管事，老师没用，孩子被校园暴力了还不作为，学校不给个说法，直接闹上学校去。我越听越开心，又给每人加200块。初中部的小混混揍人揍得更卖力了，他们还怪聪明，从里面掏出50让别的学校混子去揍，直接中间商赚差价还完成任务。我倒是无所谓，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，熊孩子就爽了，每天身上都要新添一些伤痕，1周下来再也威风不起来了，看到人就闪躲。对门那2口子闹到学校去的拿不出个说法，毕竟打的人太多了。反正是暑假，下学期才升6年级，夫妻俩大腿一拍，直接给孩子请假回家了。我开心玩了一下午游戏，又给那些小混混每人加了200块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这一下来，我也是得了几天消停日子。对门自家的家事还没理清，犯不到我身上，但不知道是哪里走漏了风声，大肚腩大晚上的又来砸我家门。我打开小门，手上还不忘拿手机对着他。我可是全程记录啊！你要做些什么，把你家房子卖了也赔不起。他拎起不知道从哪掏出的棒球棍，又砰砰砸了2下门。你欺负我家孩子是吧？老子知道，就是你小子找小流氓打我儿子的，你有种跟我打！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？我根本无所畏惧，我给他们发的可都是现金，死无对证，死不承认。我一脸无辜，老3件套，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不是我。他当然不信了，挥着棒球棍在那砸来砸去，我也懒得理他，水灵灵的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喜提2进宫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。我刚好有事出去了几天，没想到回来我连我家都认不得了，我还以为走错楼层了，一出电梯门又退了回去。我去，来到猪圈了，一个半包围围着对门门口的铁栅栏给我整懵了，就和农家乐关猪的栅栏一样，把对门他家门口牢牢护着。当然，我家门口的空间就被挤压到了仅剩一块鞋垫，那铁栅栏直接通到了天花板上，一看就是特意打的。要知道，我们2个门之间也不过3米多的距离，他这么一搞，我家的门都不一定能打开全户。狠啊，宁愿自己出门开2道门，也不想让我好过。反正给我添堵，他们就开心了。在外面跑了几天，也有点累了，索性先抛开这些，回家睡了一觉。等我再次推开自家房门，发现对门居然开始在栅栏上缠电网了。他们不要命我还要命呢。栏杆阻碍了路，敲不了门。我让物业给大肚腩打电话，我来说，他倒好，直接连电话也不接。没办法，物业小哥只能用手机给他发了几条消息，让他拆除。大肚腩直接甩了条语音，得意洋洋，老子自己花钱装了栏杆，敢拆就要赔我钱，至少2万块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别在我面前狗叫，不是我赔不起，而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，更有性价比。熟悉的警察第3次来到了我们2家门口，我都熟悉流程了，顺畅把报警的起因和具体情况一一说明。警察来了，大肚腩不想出也得出来了，这么明显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也是亏得他能想出来，那个电网就更别说，这几条加起来够他吃一壶了。这下他2眼一闭，又得进局子逛逛了。1个月进了3次局子，大肚腩也算是吃了大亏了，带着他老婆还有那熊孩子都消停了许久，但我没有放松，他们一家的性子定不可能忍气吞声，有种风雨欲来之前的平静。每次打仗面试，他看向我的眼神都恨不得要吃了我。我想要不是我平常不怎么出门，他们铁定要把我拉到小树林打一顿。偶尔出门散步的时候，也总感觉有段时间暗暗注视着我，与其等待不如主动出击。小区隔音并不好，我故意大声说这周末要连续出门2天的事，下午就偷偷摸摸去联系了之前靠谱的合作伙伴，守株待兔，以防万一。第1天还好，我就是总感觉有人偷摸着跟着我，一回头又什么都没有。第2天事情就不对了起来，我故意挑着没啥人的时候在小区里溜达到一片小竹林时，一股巨力把我推到了地上。抬头一看，3个戴着口罩帽子的男人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最高最胖的那个不用下口罩我都认得出来，就是大肚腩。果然来硬的了，还请了2帮手。这一块没有监控，他还挺会挑地方。我装作没认出他，连连求饶，兄弟有话好好说，我平时待人友善，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打人可是犯法的呀。旁边瘦的和竹竿子一样的小弟沉不住气，直接拎起棍子往我身上砸。我靠，直接动手就不礼貌了。我直接给了他1巴掌，又给他心窝子来了一脚。这2下下来，他直接趴在地上，和菜板上的鱼一样，想蹦蹦不起来。
真当我之前是白混的。爹当时一挑食的时候，这群狗还不知道在哪混呢。大肚腩也挥着手里的棒球棍想冲过来，可惜肚子太大，阻力太强，动作慢得要死。我直接一个错手把棒球棍打翻在地，给他脸上来了一脚。刚好我的援兵也到了，7、8个小混混的拳头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特喵的，别打了别打了！嚎叫声悦耳动听，他们3个和个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颤抖。大肚腩还挺会挑位置，这地方确实又没监控又人少。我慢慢走近，大肚腩急得大叫：杀人犯法跟你说，法治社会你想干什么？你他妈离我远一点！这下他成受害者了。我肚子都要笑疼了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想到今天游戏还没上号，只补了一脚就走了。但是一到家我就有点后悔，这种黑吃黑他们又不敢报警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泄愤的机会，下手还是太轻了。上号解决完日常活动，我又安心睡去了。在醒来时，业主群炸了，群里都在疯狂讨论大肚腩的事。他老婆在家等了许久，人都还没回来，出来找才在树林里捡到3个蜷缩在地上呻吟的男人，一声尖叫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围观。消防通道又不知道被哪个傻缺给堵了，那3人被医护人员用担架绕了半个小区抬了出去。这一下整个小区都知道大肚腩的被打得鼻青脸肿了。连续几天大家都津津乐道，讨论是哪个英雄好汉做了一直不敢做的事。大肚腩伤得不轻，一只腿也折了，没办法只能住院。这下苦了一人乐了众人，整个小区也得了好几天清闲日子。对门家的小屁孩和他妈妈又被送回了老家，居民也不用担心这家的宠物遇到神经病下毒，也不用时刻看大肚腩家里人的眼色行事。大家心里都巴不得这家人快快搬走，但没办法，躺了没几天，大肚腩就出院回家休养了。他老婆和熊孩子也回来了，那俩男的也住进了他们家。我无所畏惧，但我睡得好好的，被一阵巨大的破坏声给吵醒了。打开小门一看，好家伙，他老婆把我门锁监控给砸了，这个颠婆又要怎样？那俩男的也出来了，拿起棍子就开始砸我家的门，连门口的鞋柜也不放过。他老婆得意地站在一旁，眼里充满挑衅。这下监控也没了，今天老娘就把你这门给破了。我老公被打成那样，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无所谓，偏头笑了笑，没事儿，你砸坏了赔。哦不，你先砸坏再说吧，我们还没有问你要医药费呢。你他妈在这要狮子大开口，老娘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他们一家人也都不太聪明。首先我这门的性能我十分放心，其次我对我家大门高处的摄像头也很放心，再次他真不怕我直接举手机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拍下来吗？我是你爹，要给你承包医药费吗？你老公受伤关我什么事？难不成他干了什么亏心事被人打了？他老婆哪敢多说什么，本来就是黑吃黑，他家根本占不了半点好。他老婆突然暴起，拿出一盆不明液体就要往我小门里泼，我一个眼疾手快就把小门关上，反手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有些时候特定的人比自己亲自上可轻松多了，他俩都是农村出来的，对于这些当官的天生就有种畏惧在，特别好使。这下他老婆也二进宫了，现在他家也成了小区里的一个笑话。1个月夫妻俩共计进局子5次，没想到这女人还挺狠，泼的是不知道从哪搞出来的高浓度硫酸，我当然不能放过了。故意伤害罪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等判决下来，我美美睡了一觉，第2天醒来，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。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搬走，还搬得这么快。没有神经病邻居的日子，感觉生活都失去了一点趣味，但还是没有的好。全文完结。